错了，应该叫二太太。嘿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怎么在这儿碰上你了？你要干什么？哎呀，我不干什么，我就是有件事儿要问问你。当初你立字据，是不是吴宇生出的主意？跟他没关系。嘿嘿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他主动当你的辩护人，目的就是把你搞到手。他既做了好人，又随了心愿，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我的头上来。你和我一样，都是受害人，他才是大恶人呢。你做尽了坏事，还诬陷别人。哎，我讲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不要看吴家现在风光，说不定哪天走背字儿，天不塌，地也得塌。我劝你啊，好歹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哼，我看要留条后路的人，应该是你吧？哟，二小姐，你这儿可真不好找啊！我问了很多人才找到的。二小姐，快坐。坐吧。你喝酒啊？啊，说来话长了。当年我跟随你父亲在北洋水师甲午一战，我跟随他一起打仗，我呢受了重伤，有些弹片还留在我的伤口里头。从此就做下了毛病，每当伤口一疼的时候，我就喝2口。那天时间太匆忙，也没来得及问你。你说慈禧为何要陷害汪家？啊，这二小姐的祖父汪老爷是为京堂2品，一向支持新政，深得光绪皇上的重用。后来政变法失败，当地乡绅就联名上书朝廷，诬告汪老爷和谭嗣同的死党试图谋害慈禧皇太后。朝廷听了之后十分震怒，下令将汪老爷全家抓起，满门抄斩。王文谦接旨，太后懿旨，将李从外山意欲谋反的帮办大学士汪文谦满门抄斩，钦此。小鞠姑娘，啊，朱老板，什么事匆匆忙忙，连路都不开？朱老板，你说奇怪不奇怪啊？我们家二太太一个外地人，除了跟清风班之外，也没什么亲戚朋友啊，怎么会跑到这儿来找这个穷老头啊？哦，说不定是老戏迷。依我看，肯定不是戏迷。不行，我得去问问他，究竟是什么人？嗨，你多那个闲事儿干嘛呀？什么叫管闲事啊？我们家大太太吩咐了，要我经常盯着她，去哪儿都盯着她。她成天往外跑，我能不管吗？可你这么去问别人，肯定把你打出来了。那我应该怎么问呢？我倒有个办法，来。好，走。太太，少爷不在家，二太太一个女流，整天往外跑，真是太不懂规矩了。也难怪啊，从小在戏班子长大，跑惯了江湖，当然耐不住寂寞了。一大早就跑去鸡鸣巷去找一个姓白的老头子。姓白的是什么人啊？他走了之后，我也去找了那个姓白的老头了。我故意和他套近乎，他说他是二太太娘家的亲戚，可是我提到硬是，他说他们家根本就没有姓殷的亲戚，后来又说有，你说奇怪不奇怪呀？如果正像你所说的，那就还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啊？听人家说，二太太不是邓班主的亲生女儿，是半路上抱养的。
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，要不要去告诉老夫人呢？这种小事，不要惊到他。那怎么行啊？他坏了吴家的规矩，怎么能就这么放过他呢？不许胡来。少爷写了一封信回来，说要给你找个人家，把你嫁出去。太太，我从小就被卖到吴家，自从您进了吴家之后，我一直都跟着您。您对我那么好，从来没有把我当下人看。老夫人本来还准备让我给少爷做小妾，这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。现在你们让我出去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太太，你帮帮我。太太，你别赶我出去，我求求你了，太太。来，起来。少爷这也是为你好啊，他希望你找个好人家，不要耽误自己的前程。我哪儿都不去。太太，我这一辈子都跟着您。我决定，少爷要是把我赶出吴家，我就死在吴家。哎呀，你不要瞎说。你从小就跟着我，只要我不让你走，婆婆就不会让你走。你放心，我去跟婆婆说，让你留在吴家。太太，谢谢大太太。肯定是那二太太容不下我，故意在少爷面前使坏。你也不要瞎猜，其实是少爷的主意，跟二太太无关。少爷呢，留过洋，思想新潮，看不惯三妻四妾这一套。既然他是新派人物，那就新到底啊！为什么还要娶黄梅儿当二姨太呢？你呀你，好多事情都坏在你这张嘴上。准不准啊？看相算卦啊！哎，看今生看来世啊，看前程看你的。算的准不准啊？哎，算的不准是一分不收。对啊，算的准了，哎呦，这位大爷，你是天庭饱满，地角方圆，一看就是大贵之人呐。啊，这个不过什么呀？大爷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是算命的，当讲不当讲，你最清楚。哎呦，大爷，那就请您扶耳过来。啊，大爷呀，您呐印堂发暗，面色呀透着晦气。近日内没有大难，那也有小灾呀。此话当真？我高天嘴从不说假话，我不但能算出你有灾，而且还能帮你消灾弥难。你有把握？那既然能算出来，当然有消灾的办法了。哎，大爷，您要是信我，你干什么你啊？你也不听我谈话！我告诉你，想在安庆地头上骗钱，你道行浅了点儿。你不能走你，你给我钱！你不给我钱不行！你赔我钱！哎呦！你敢在这儿犯号啊？我打听打听你面前是什么人？安庆府刘少爷，你也敢惹？滚开！滚！哎，等等，拿，这是给你的。刘少爷，小人不敢啊！叫你拿你就拿。哎，你还继续在这儿算卦？日后说不定本少爷有什么事要差遣你。啊，刘少爷看得起，小人愿意效劳啊。小心点。少爷啊，我到处找您，什么事儿？吴家管库的田二明在外面找人买鸦片，说是要多囤积一些。我想定是吴家大太太潘氏怕断货，所以才想出这个主意。他不是一直朝你买吗？可能最近风声太紧，怕我这边会断货，所以才想另谋货源。这太好了，胡命就正愁没处下手呢。你快去找刘七，叫他盯紧了田二明。啊，是。
有鸦片，是不是线人提供的消息不准确啊？不会。烟馆老板亲口告诉我，说田二明在到处找人要货。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找错了地方？不可能。田二明瞒着我们做的这笔生意，大宗的鸦片他怎么敢藏在宅子里？这种东西，如不放在库房，还能放在哪里？那他会不会没买着啊？很像，金岛台、铁腕禁烟，全境除了你主管家都收手了。你说这田二明要想买鸦片，如果他不经过你的手，他能买得着吗？我已经问了很多人了，关于当年汪家被害的事情，大家都为汪家打抱不平。有关联名上书的事儿，他们都各有各的说法。有人说是刘家带头，也有人说情况非常复杂。总之，有关联名上书一事，没有确切的说法，更没有直接的证据。要想核实这个情况，就必须找到当年的老人。我到哪里去找啊？据奴才所知，当年审理此案的巡抚大人肯定了解真相。这个我已经问了，他年初就过世了。要不你再想一想，还能找到什么人？想别的办法。记得出事那天晚上，有位姓赵的秀才冒险来到我们家，让老爷赶紧带人逃往上海。可是老爷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，断然拒绝，所以最终惨遭毒手。这赵公子是什么人啊？他的父亲是省府衙门里的师爷，如果能找到他，就一定能解开这个谜。既然巧菊不愿意走，那就留下吧。雨生那儿由我去说。谢谢妈。听说二太太她经常往外跑，前不久还把家里的东西送给她一个穷亲戚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巧菊这个丫头嘴怎么那么快啊？我让她不要用这些小事来烦你，她偏不听。那要看什么事儿，该说的还就得说。贤雅，你是大太太呀，余生不在家，二太太归你管，你得有主见才行啊。妈，二太太拿些衣服送给穷亲戚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这我担心的是，外面世道不太平，她一个女子成天在外面跑，万一碰到了坏人，玷污了身子，对不起少爷不算，也对不起吴家的列祖列宗啊。你说的对呀，你说的对呀，所以你得管住他。除了到庙里烧香以外，别的地方不要让他到处乱跑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会劝他好好的在家里修身养性的。你跟巧菊说一下，就说我同意他留下来了，让他多留点心，帮我们看住二太太。厂房这么快就建好了？哼，洋人办事麻利，设备一到，马上就可以加工茶叶。等什么时候，我陪你到工地去看看。哼，好啊，明天咱们就去。哎，王总啊，他呀还担心收购茶叶这一环节，这不是一般的小工厂，万一机器一开吃不着，那就麻烦了。你跟王老板说去，这事儿我负责。少爷，这事儿你当真有把握？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已经派人去查吴家贩卖鸦片的事儿，一旦发现他们家藏有鸦片，我立刻派警察封了他们家的厂子，茶农的茶叶没处卖，只能卖给我们了啊！请。黄梅儿，
这位是赵公子。赵公子，赵某不才，今日相见，实乃三生有幸。赵公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。黄梅儿，你先跟赵公子聊着，我先下去了。吴太太，听陈班主说您找我有事。有人向我打听一件事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就来请教您。不知是何事？您大概听说过10几年前汪家被害一事吧？那是安庆府一带最大的冤案，不但我知道，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我听人说，有人联名上书陷害汪家，才让汪家惨遭毒手的。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？我有一个结义姐妹，她是汪家的后人，想打听一些祖上的事情。恕我直言，这件事非同小可。我是个闲人，志在山水之间，从不过问此类事情。您最好还是找别人打听吧。赵公子，我求求您告诉我真相。吴太太，请你转告你的那位姐妹，她能活下来已经是她的万幸了，就不要再问这件事了吧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让它永远成为过去吧。赵公子是不想告诉我真相了？非常抱歉，赵某爱莫能助。对不起，告辞。这外面世道乱，一个女人家不应该总是在外面抛头露面的。你要到外面办什么事，或者想吃什么东西，你告诉我，我会派人去办的。黄梅妹妹，你听我的话没错，吴家最讲规矩了。你别看老夫人平日里慈眉善目的，可要发起火来也是很吓人的。我知道。别的不说，就说雨生对你那么好，为了他，你也要保重自己啊。别人都以为雨生对你好，我会吃醋，心里不是滋味儿。其实我不那么看，他是我丈夫，只要他好，我可以牺牲一切。他喜欢你，爱你，疼你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只要你们两个能好，我心里就高兴。黄梅妹妹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先休息吧。大姐，你是个好人，去休息吧。哎，刘七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查过了，不过在吴家库房并没有发现鸦片。哼，查是查不到的。我跟胡明九说，田二明抽鸦片，其实那是没影的事儿。他要是抽鸦片，吴家大太太会到你这儿来买吗？他在外面买鸦片抽，其实也是为了主子。吴家大太太倒是抽，我们能到他家去搜吗？查不到怎么办？总不能放一箱鸦片进去吧？为什么不能？你去告诉刘七，实在查不到，就派人悄悄送一箱鸦片放进他们仓库里。七，这是你手下的辛苦费。
二少爷也太客气了。七爷，少爷还想请你手下再去一趟吴家库房，还去干什么？这一次送一箱东西进去。这是什么呀？只要七爷手下把这箱东西放进吴家库房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其他的事就不用你管了。吴家的账基本查清楚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没有大问题，也应该有什么小毛病啊？先罚了再说，罚一家是一家嘛，积少成多呀。北京方面催得紧，让我多收税，小打小闹的解决不了大问题。虽然金道台不阴不阳的不表态，可安庆府毕竟是他的地盘，我不能妄动。北京那边缺口有多大？4万。哦。实在不行，我从我公司出1万现大洋给你。真的？你我是老兄弟了，你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。那我怎么感谢你啊？胡大哥，关于吴家贩卖鸦片的事儿，我的手下其实已经发现了新的线索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这么说，咱们真的是老乡了。是啊，没想到天下有那么巧的事儿。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就2个老人。小时候因为家里穷，所以他们把我卖到了吴家。那现在长大出息了，不把二老接到城里来享享福？你说的轻巧，我一个丫鬟，哪有钱把他们接到城里啊？你可不是一般的丫头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们家少爷非常喜欢你，而且你和少爷是青梅竹马。我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，少爷一高兴，就纳你为妾。等到那时再把二老接到城里来享享福也不迟啊。我听说现在都不兴纳妾了。谁说的？民国大法里好像这么写着呢，男人不可有几房妻子，但是可以纳妾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信你去律师行问问。我就知道是他在搞鬼。谁搞鬼了？还有谁啊？就是那个戏子呗。吴太太，请你转告你的那位姐妹，她能活下来已经是她的万幸了，就不要再问这件事了吧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让它永远成为过去吧。赵公子是不想告诉我真相了。非常抱歉，赵某爱莫能助。难道这就是我的命运？二太太，别写了，洗脸睡觉吧。哎，小芳，你过来坐啊。你来吴家有多久了？12岁那年来的，有4年了。吴家是书香门第，听说雨生的父亲以前是安庆很有名的书法家，是吗？我也是听说过。那雨生的父亲有没有留下以前写过的东西？可有底稿？我想瞻仰一下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在我进府之前，他老人家就已经故去了。不过，每年端午，老夫人都会把藏书阁的东西拿出来晒晒太阳、过过风，那里面有不少书稿信件呢。藏书楼？对啊，就在后院祠堂的阁楼里。那你带我去看看吧。这可不行，二太太，钥匙在老夫人手里，除了她和少爷，谁也不让上去的。二太太，夜深了，睡吧。好。王家这么大的冤案，
雨生的父亲一定有记载。藏书阁。我们家少爷找了个家贼进来了。乔菊，你不许乱说。人赃俱获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说二太太是家贼，你有什么根据啊？我看见他拿了一包东西给一个穷老头，是我亲眼看见的。我还看见他在府里边鬼鬼祟祟的穿堂撬锁，他肯定是想拿一些钱财给那些穷亲戚呗。巧菊，出去叫个铁匠回来，把藏书阁再加把锁，免得家贼难防。我现在就去。贤雅，妈，派2个家丁看着他，以后要是到哪儿啊，起码要告诉你他的去处。是，妈。老夫人说了，得装严实点儿。哎，好。家贼难防嘛。好了，小姐，结实了。啊，给你钱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先走了。二太太，吃饭吧。饭菜都快凉了，您吃点吧。二太太，您别和巧菊一般见识，她那个人平时刻薄惯了，我们都让她3分呢。您要是想看书，明天我上街给您买去。那个藏书楼，您还是别去的为好。出去啊？哎，干嘛？是在院子里逛逛呢，还是要出门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老夫人有令，在院子里逛逛行，除了藏书楼之外。但是你要出门，须得太太同意。难道这五府大院是大牢不成？大户人家不比江湖戏班，规矩总是多了一些。但是你既然进了这个家门，恐怕就得听太太的吩咐了吧？老夫人，哎，老夫人，不好了！这二太太她不顾阻拦，一个人跑街上去了。太不像话了！快派人上街把她找回来！老夫人，大太太，我今天不是当着你们的面说她的坏话，她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，我们哪拉得住她呀？乔菊，
快去让田管家把二太太给找回来。是，我看不必了。巧菊说的对呀，她存心不想在我们吴家过。妈，唉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由她去吧。师妹，你怎么一个人上街啊？什么话？我一个人难道就不能上街啊？这么大的火气，出什么事了？师姐，我憋得慌，我真想唱一嗓子。开什么玩笑啊！你现在是宝鼎行的少奶奶，吴家人晓得了，那还了得？他们知道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哎呀，黄梅儿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？怎么了？我登台唱戏丢人了吗？你不想让我回来唱戏吗？这叫什么话？别耍小孩子脾气啊！哎，今天还早，上我家坐会儿。走吧。大太太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老是护着他呀？少爷不在家，这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？太太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老夫人是想把他赶出去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让你悄悄地把他找回来。我就不明白，把他撵出去对你有什么坏处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啰嗦了，快去快回啊！这吴家大少爷哪儿得罪你了？他一直对我挺好的。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吴家？啊，也许是过去自由自在惯了，受不了那么多规矩吧。反正在那儿待着不开心。师妹，你已经是少奶奶了，遇到什么事情不能由着性子来。不是我说你啊，吴少爷对你那么好，这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，你应该珍惜才对啊。怎么，我想回来你不收我？哎呀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不收你呢？不过啊，我这个当师姐的，还是得劝劝你，别这么任性。啊，小天师姐跟上场了。哦，黄梅师姐你也来了，我们大家都想死你了。诸位，他现在啊身份不一样了，对不住啊，不太方便。师姐，哎，后面我就给大家唱一个《天女散花》。仙
上气不接下气的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二太太又跑到茶楼唱戏去了。她本来就是个戏子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她现在身份不同了，老夫人您可不能不管呐。放肆！你也跟我大呼小叫。对不起，老夫人。去吧。刘少爷，现在要叫刘董事长。你是公司副总经理，以后应该改口叫你丁副总了。哎，怎么戴上眼镜了？哎，实话跟你说吧，以后咱们经常跟外国人谈合同，没点文化，那哪行啊？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你家老爷子带了一辈子的兵，还写了一手好字啊！哎，家父从小练字儿，这叫童子功。哈，难怪写得这么好啊！婉和商行，原本我让他写成婉和公司，非要写成婉和商行，太不洋气了。哎呀，公司和商行不是一个意思吗？哎，茶叶收上来了。哎呀，我正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哎，这2天我天天在底下跑，哎，嘴皮子都磨破了。吴家茶叶收购价比我们高，可那些茶农就是不愿意跟我们签合同。你看，哎，我这舌头都磨起泡了。我的丁副总，这叫放长线钓大鱼，早晚会上钩的。放宽心，该怎么的就怎么的，该吃吃，该睡睡呀。这茶叶收不上来，你说我能不着急吗？你看着吧，虽然现在他们不把茶叶卖给我们，用不了几日，他们自然会求上门来的。贤雅，你觉得二太太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呀？妈，您看呢？作为吴家的媳妇，她竟敢到大庭广众，到茶楼上唱戏，丢尽了吴家的脸。若这次不严惩的话，她就要上天了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全凭您老定夺。这次啊，除了给二太太上规矩以外，是不是给巧菊立一个名分，免得二太太仗着雨生宠她，自以为了不得？这事儿以前提过，雨生否决了。这巧菊读书读得太少，连名字都写不好，估计雨生看不上她。不就是纳个妾吗？认不认识字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倒也是。太太，二太太回来了。让她过来。是。二太太，二太太，老夫人让您去趟上房。你先下去吧。好。娘，你找我？跪下。为什么？我让你跪下，你就跪下。你在外面做了好事，你心里还不清楚？二太太，妈让你跪下，你就跪下。你在外面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还嘴硬。我只是在茶楼唱了几句，这算什么丢人的事情？你丢尽了我们吴家的脸，你还顶嘴？田管家，把他捆起来，关在后院柴房里。什么时候认错，什么时候放出来。是，老夫人。